2名女孩在外出游玩时失踪。几天后，失踪案演变为一起双重谋杀案。此案的调查过程一波三折，即使在找到凶手后，2名受害者的家人也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格拉斯谷双重谋杀案。格拉斯谷位于加州中部，是内华达县的一个小镇，距离州首府萨克拉门托100公里左右，人口约12000人。格拉斯谷是一个古老的矿业小镇，在小镇上可以看到很多矿业元素，比如古老的窄轨、矿车以及采矿纪念碑。那些过去的淘金者开创了这里，也在这里留下了痕迹。如今格拉斯谷已成为一个治安良好、适宜居住的小镇。1994年夏天，16岁的道恩·唐纳森和克里希·坎贝尔即将升入高3。克里希是3年前跟随他的养父母道格·坎贝尔和坎西·坎贝尔，以及2个姐姐香农和温迪从圣何塞搬到这里居住的。刚来时，克里希不认识任何人，道恩是他最早认识的同学，2人非常投缘，很快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友。他们周末经常会住在对方家，或者结伴到附近游玩。眼看这一年的暑假即将到来，道恩和克里希十分期待，他们将无需担心上学的事，可以好好玩一下了。7月23日这一天，克里希在道恩家暂住，2人在计划下一次旅行。道恩的父母晚上要参加一个派对，在临走时，他们为2个女孩准备了足够多的食物。当晚，道恩的父母很晚才回家，那时道恩和克里希不在卧室。道恩的母亲琳达·阿尔森以为2个女孩可能去别的同学家玩，回来晚一些也正常，因此并没有太在意。然而直到第2天上午，道恩和克里希还没有回来。琳达猜测道恩可能去了克里希家，但当他来到克里希家时，发现并不是这样。克里希的母亲凯西同样以为女儿在对方家里。2位母亲顿时感觉到有些不寻常，尽管这是暑假，但女孩们无论去哪儿，通常都会事先告诉他们，而这一次却没有。双方的家人开始在小镇上寻找道恩和克里希，但没有任何发现。在当天晚些时候，道恩的母亲选择了报警。由于道恩和克里希未成年，所以尽管他们失踪还未满24小时，警方还是立刻采取了行动。警员罗恩·史密斯询问了道恩和克里希的同学、好友和家人，以收集更多的信息。在询问中，罗恩了解到道恩和克里希几个好友的名字，以及更多他们可能会去的地方。克里希的母亲凯西告诉罗恩，他们一家搬到这里不久，克里希很想念圣何塞的朋友们，2个女孩会不会去了圣何塞？此时所有人都认为小镇上从未发生过凶案，2个女孩现在只是失踪，还不能确定她们遭遇了什么。她们去圣何塞看望克里希的好友，顺便游玩的可能性很大。沿着这个思路，要去圣何塞必然需要交通工具，而2个女孩都没有驾照，那搭乘陌生人或好友的便车是最方便的选择。而且在治安良好的格拉斯谷，搭便车也是很常见的出行方式。因此，警方一方面将2名女孩的照片制作成寻人启事，在小镇上询问路人；另一方面寻找2人的好友中是否有谁拥有车辆。就这样，2个女孩的失踪很快成为小镇居民热议的话题。起初，大多数人觉得2个女孩只是暂时不见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道恩和克里希依然没有被找到，他们还活着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人们开始认为他们可能真的出了什么事，希望渐渐变成了恐惧。这种恐惧助长了各种谣言的传播，比如女孩们有可能被谋杀或绑架了。此外，当地的郊外有一个破旧的场所，很多坏孩子会到这里喝酒抽烟，以及研究神秘学。这里的墙上有各种奇怪的涂鸦，有人觉得女孩们有可能在这里被奇怪的人掳走。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居民们惶恐不安，孩子们被禁止外出，警方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在寻找谁拥有汽车这一过程也比想象的要难。道恩和克里希的好友大多没有驾照，偶尔几个拥有驾照的同学也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而比他们年龄大一些的好友则基本都有车，根本无从查起。8月2日，也就是2个女孩失踪后的第10天，内华达县警局接到一通电话，有人在一个偏僻的非法垃圾场发现2具尸体，他们被随意地丢在那里，没有任何掩盖的企图。2具尸体在恶劣的环境中已经开始白骨化。从尸体头部的创伤来看，这无疑是一起凶杀案。警方勘察了现场，初步推断凶手应该是当地人，因为这个垃圾场的位置极为偏僻，只有当地人才会知道。警方从受害者的物品判断受害者是2名女性，但对于凶案现场来说，这里缺少一样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血迹。因此，警方认为这里不是第一现场，他们是被杀害后搬到这里的。此外，警方在尸体附近找到了一样可能与凶案有关的东西，一本破碎的成人杂志。在勘察完现场后，警方将收集到的物品以及2具尸体分别送往位于萨克拉门托的犯罪实验室和法医实验室进行检测。发现2具女性尸体的消息成为当天的头条新闻。道恩和克里希的家人们尽管不愿意，但也不得不将这件事与2个女孩的失踪联系在一起。第2天，警员罗恩就拿到了尸检报告。报告显示，通过牙科记录的比对，证实了2名受害者正是克里希和道恩，他们的死因均为头部遭到重击。罗恩将这个悲伤的消息告知了2个女孩的家人，这不是一件好差事。现在，这起失踪案已经成为双重谋杀案，此案也是格拉斯谷有史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案件。罗恩希望2位受害者的家人尽量回忆案发前后发生的一切，因为任何细节都有可能成为找到凶手的关键。道恩的母亲告诉罗恩一个名字，特鲁迪·萨佛，她是2个女孩在一次派对中认识的。特鲁迪的男友詹姆斯·加西亚当时21岁，拥有自己的汽车。道恩和克里希经常搭乘詹姆斯的车出去玩。罗恩在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刻找到了特鲁迪和詹姆斯。2人承认在案发当晚曾带着2个女孩出去兜风，然后将她们送到了另一个朋友的家。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道恩和克里希。那人名叫萨姆·斯特兰奇。对于这个名字，罗恩并不陌生。萨姆是小镇上出了名的坏小子，他经常组织派对，还和一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走得很近。而且罗恩知道萨姆正处于非正式缓刑期间。非正式缓刑相较于缓刑的区别是，非正式缓刑适用于轻刑案件，通常不需要特定检刑官的正式监督，也不必与缓刑部门定期会面，仅需自觉遵守法官制定的条款，生活要比缓刑更加自由。但即使如此，这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8月4日，也就是道恩和克里希的尸体被发现的第2天，罗恩找到了萨姆，并对他进行了询问。当罗恩问萨姆7月23日是否见过道恩和克里希时，萨姆说那天2个女孩确实到过他家，但他们大约只待了20分钟左右就离开了，因为原本计划的派对临时取消，于是女孩们想让他开车送他们进城，他拒绝了。萨姆猜测他们应该是搭便车回家，或者去别的地方玩了。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2个女孩。萨姆在接受询问时看起来很有礼貌，很配合，回答问题的态度也很诚恳。但萨姆说，女孩在离开后，他独自一人在家看电视，并没有不在场证明。此外，萨姆还提到，他不仅认识道恩，也认识道恩的妹妹安博，他还经常去唐纳森家做客，所以他绝不会伤害道恩和他的好友。安博证实了萨姆的话，他相信萨姆没有说谎。但鉴于萨姆以前的罪行，他的嫌疑还不能完全排除。安博还提到，道恩在前不久曾和另一个男孩闹过矛盾，那人名叫伊森·霍尔丹。伊森和萨姆一样，名声也不太好，他是萨姆派对的常客，他酗酒并且脾气暴躁。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大约在2周前，道恩向伊森借车，伊森说借车没问题，不过1小时后他要出门约会，所以在那之前还给他就行。道恩一口答应，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道恩还是没有来还车，这让伊森错过了约会，他非常生气。而当道恩在还他车时，还给了他一个微笑，在伊森看来这是一种侮辱。听完安博的叙述，罗恩认为这有可能成为伊森的动机。就在此时，罗恩获得了一条重要的线索，那就是犯罪实验室在尸体发现现场找到的成人杂志上发现了指纹，该指纹指向一个新的嫌疑人乔·洛文塔尔。罗恩认为成人杂志是在2名受害者被丢弃的现场发现的，如果凶手是出于性目的实施的犯罪，那成人杂志出现在现场就显得具有合理性。罗恩对乔进行了背景调查，他今年40岁，并且曾有过轻微的犯罪记录。接着罗恩找到了乔，并对他进行了询问。当罗恩问乔在案发前后有没有去过垃圾场时，乔不加思索地回答去过。他清楚地记得那是在7月22日星期五，他和他的情人开车去过那里，但他们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亲热一下。这本杂志是他情人为了取悦他而送给他的。乔的情人证实了他的说法，两人在接受询问时非常轻松，他们还说当时并没有注意到有任何异常。罗恩认为他们没有说谎，因为2个女孩是在1天后失踪的。原本罗恩以为杂志上的指纹会是重要的突破口，但看起来乔没有任何嫌疑，他们只是白跑一趟。接着罗恩将视线回到伊森的身上，但伊森告诉罗恩他当时确实很生气，不过他不会因为这点事而去杀害2个人。伊森还说他和道恩的关系远不如萨姆，如果非要找一个嫌疑人，那应该是萨姆而不是他。他还提到女孩们失踪的那晚，萨姆曾打过电话给他，说要举办派对，但他不想看到道恩，所以没有去。罗恩在与伊森的谈话中感觉到伊森很不自在，甚至是含糊其辞，似乎是想将责任推给萨姆。罗恩继续问伊森7月23日晚上他在哪儿。伊森回答说他和一个叫达伦·林德扎的朋友一起打台球。达伦证实了伊森的不在场证明，因此伊森的嫌疑被排除。就在调查工作再次受阻的时候，警方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者名叫塞亚·比蒂。他告诉警方他是在报纸上看到道恩和克里希的照片，然后回忆起7月24日那天他似乎看到过这2个女孩，她们当时正在搭乘一辆蓝色的货车。这是女孩们失踪的第2天，如果他的话属实，那萨姆的嫌疑将彻底被排除。塞亚非常热情，他愿意帮助警方一起寻找那辆蓝色的货车。幸运的是，在寻找的第5天，塞亚相信他找到了目标车辆，并记下了车牌号码。罗恩高兴极了，他迫不及待地通过车辆登记记录找到了货车的主人，并对车辆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但没有任何收获。看来塞亚虽然很热心，但他的视力不太好，他可能是看错了。他可能看错了车辆的样子，甚至是2个女孩的样貌。虽然这一结果令罗恩感到失望，但这么一来，萨姆的嫌疑还是不能被排除。罗恩决定再次对萨姆进行审问，这一次他让萨姆接受了测谎测试，结果显示萨姆没有说谎。测谎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起作用，但任何说谎的人想要通过测试也绝非易事。现在警方既没有新的调查方向，也无法证明已有的嫌疑人与凶案有关。于是罗恩在案发1个多月后再次来到垃圾场，这一次他扩大了勘察范围，希望能找到有可能被忽略的线索。不知道这一次的幸运会不会又是乌龙。罗恩在距离尸体被发现地点200米的地方找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上面似乎有血迹。他立刻将塑料袋送往犯罪实验室检测。6天后，检测结果出来了。这一次终于没有让罗恩失望，塑料袋里确实有血迹。不仅如此，上面还留有多枚指纹，并且经比对确认，指纹属于之前的嫌疑人萨姆。
9月20日，警方申请了搜查令，并对萨姆家的里里外外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搜查行动收获颇丰，警方在门廊的地板下以及萨姆的皮卡车上均发现了血迹。为了避免像上次那样有所遗漏，警方还出动了潜水员，对萨姆家旁边的小池塘进行了搜索，并在那里找到了一把带有血迹的斧头，这很可能就是杀害2个女孩的凶器。经分析确认，在萨姆家发现的血迹属于受害者道恩和克里希。9月28日，萨姆斯特兰奇因涉嫌杀害道恩和克里希，被内华达县警逮捕。面对铁证，萨姆在审问中说出了另一个故事。当天晚上，道恩和克里希来到他家准备参加派对，萨姆便开始打电话找人。他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伊森，但伊森对之前借车的事还耿耿于怀，所以拒绝参加派对。挂断电话后，萨姆开始指责道恩，但道恩完全听不进去，还说了一堆的理由。两人争执得越来越凶。恼羞成怒的萨姆拿起砍柴的斧头，这可把道恩吓坏了。他拼命地往屋外跑，但还是被萨姆追上了。旁边的克里希目睹了一切，因此也被萨姆杀害。接着，萨姆将2名女孩的尸体搬上了他的皮卡车，并将尸体抛弃到偏僻的垃圾场。由于萨姆之前说过谎，所以警方再次对他进行了测谎测试，结果他又通过了。1994年10月，针对萨姆的庭审在内华达县法院进行。在法庭上，萨姆推翻了自己之前的证词，他又讲述了第3个故事。这一次，他将责任推向另外2个人，埃伦·佩特斯和达米恩·格雷厄姆。萨姆称是这2个人杀害了道恩和克里希，他只是因为害怕2人一不做二不休，所以帮忙处理了尸体，他并不是凶手。但经过调查，警方确认萨姆所说的埃伦和达米恩与凶案没有任何联系。1996年2月，萨姆因一项1级谋杀罪和一项2级谋杀罪被判处2个终身监禁，15年不得假释，并依次执行。2014年8月，已在监狱服刑18年的萨姆申请假释。当年调查此案的罗恩已经退休多年，他和克里希的家人参加了假释听证会，而道恩的父母事后称他们没有收到邀请。克里希的家人和退休警员罗恩在听证会上均表示反对萨姆获得假释，但在事后的采访中，克里希的养父道格说，其实在他们家庭内部对此案也有不同的看法。道格在萨姆服刑后曾多次收到萨姆母亲莫拉莱斯的来信，莫拉莱斯坚信他的儿子是无辜的，真正的凶手还逍遥法外，为此他还写了一本书，并寄给了道格一本。道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看过这本书，也对萨姆就是凶手没有任何怀疑。但在假释听证会前夕，莫拉莱斯再次联系上了他，并和他见了一面。那一次的谈话对道格触动很大，他有些动摇，并开始相信还有其他可能性的存在。他的女儿香农和他看法一致，但他的妻子凯西和另一个女儿温迪则持相反的意见。凯西认为萨姆是个善于说谎的人，因为他能用2个不同的故事骗过测谎仪，而他的母亲莫拉莱斯显然也有这个能力，以至于可以说服道格。而且即使真如萨姆所说，是其他人杀害了2个女孩，那他也应该尽力阻止，而不是帮他们处理尸体。所以家人最终意见一致，反对萨姆获得假释。2018年2月，萨姆再次申请假释，但时任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驳回了假释申请。2年后的2020年，萨姆第3次申请假释，这一次道恩的家人也参加了假释听证会，并且他们坚决反对萨姆获得假释。而克里希的家人则认为萨姆只是目击者并处理了尸体。克里希的姐姐温迪在听证会上说，我本来不想答应释放他，但现在我已经意识到我父亲可能是对的。2020年1月，
萨姆从加州乔奇拉谷州立监狱获得假释。